美军模拟击毁解放军150艘舰艇，在现实中是否有可能出现？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在佩洛西窜访之后，又有几名美国议员窜访台湾地区。美国还在推动一项新的对台政策法案。这项法案一旦通过，台湾地区当局将成为美国的非北约盟友，将直接破坏以一个中国为基础的中美关系。所以，美国仍然要在台海地区玩火，而且随时都会引发中国大陆的军事回应。中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增。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军方开始推演中美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的状况和后果。根据美国一组国防专家所推演的结果，冲突将在2026年爆发，而他们推演的结果是，中美两军都难以承受其后果。美国的这批专家总共分析了22种可能出现的冲突场景，在18场模拟冲突中，解放军用导弹击沉了大部分的美军和台军的水面舰艇。美国甚至还出现了4周内损失900多架战斗机、攻击机的情况。不过，美国人认为他们仍然有机会击毁解放军150艘舰艇，并且能让台湾岛的军事冲突出现僵持的局面。美国前白宫国防分析师侃侃称，在美军建立空中或海上优势之前，事先派遣部队攻击中国2栖舰艇将是重中之重。其潜艇和轰炸机以及远程导弹应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美军的这次推演对自己最有利的局面有2个先决条件：一是美军的轰炸机能够从印太地区的基地起飞，在解放军的2栖舰队渡海登陆前发起袭击；第二，美军的核潜艇必须提前潜伏在台湾岛的东部海域，用潜射巡航导弹对解放军的2栖舰队发起攻击。那么，美军是否真的有机会利用这个战术来击毁解放军的150艘舰艇呢？答案是根本不可能。美军对解放军2栖舰队威胁最大的就是用轰炸机发射的反舰导弹，也就是射程接近1000公里的隐身巡航导弹。按照美军的设想，轰炸机由关岛起飞，在台湾中央山脉的遮蔽下，可以快速靠近台海，发射导弹后撤离。那么实际情况是，解放军完全可以依赖预警机和加油机的支持，出动战斗机在台海东部海域上空设立禁飞区。歼20携带副油箱，在接受空中加油以后，完全有能力在太平洋方面截击美军的轰炸机机队。对解放军威胁第2大的是美国海军核潜艇所发射的巡航导弹，这同样也是来自于台湾东部海域。暂时核潜艇的隐蔽性极强，所以它的生存能力也比较好。但是核潜艇的主要问题是根本来不及。那么一旦解放军发起武统行动，美军的核潜艇如果从关岛地区出发，抵达台湾东部海区，时间呢起码要3天。如果从美国本土起航，那么横渡太平洋的时间起码要1个月。而且呢，数量太少，也起不了太大作用。如果届时解放军在台湾东部海域部署大量的反潜舰、反潜巡逻机、预警机和航母编队，其核潜艇发射的巡航导弹就能得到及时预警。一般而言，对亚音速巡航导弹的拦截并不困难。而核潜艇一旦发射了巡航导弹，它本身就会面临被摧毁的命运，因为通过潜射导弹的发射迹象，就可以比较早的发现核潜艇的所在。那么一旦核潜艇被我军的反潜巡逻机所锁定，那么其后果，美军应该心知肚明，这可是他们难以承受的。
而且美军的这两个理想的条件是基于解放军没有在第一时间摧毁美军的印太军事基地。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些轰炸机需要从美国本土起飞才能够威胁到中国。那么战略轰炸机就算能够飞得那么远，如何为他们实施空中加油，如何为他们提供护航，又是一个大难题。因此他们很难及时应对台海局势的变化。总体来看，美军设想的摧毁解放军150艘舰艇的战法，都是基于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发起攻势，而解放军破解这一威胁的办法，就是在西太平洋方向再建立1000公里的防御纵深。如果中国有3到4个航母编队，那么就会彻底打破美军冒险的最后希望。在此之前，中国大陆也可以选择对台湾岛实施长时间的军事封锁，通过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以武逼统，或者通过远程打击让台军去军事化。中国大陆掌握着解决台海问题的主动权，意味着我们才有权利决定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地区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不可能找到真正有效的应对办法。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